女人每晚都梦见自己和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结婚，但每当被送入新房时，她便会醒来。可今晚她惊讶地发现，自己不仅没有醒来，新郎还从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换成了一个风度翩翩的帅哥。我靠，怎么还不醒？难道今晚真要和胖猪头洞房了吗？这时房门缓缓推开，一名新郎官打扮的男人醉醺醺地进来了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。What are you QQ？ 男人说完便用折扇轻挑起裴千和的脸，他这才看清新郎官的模样。这次的新郎好帅啊，怎么有这么帅的人呢？裴千和鼻血很快流下来了，而男子看到他也呆住了，这也是他娶的最美的一个新娘。帅哥，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啊？你也是穿越来的？穿越？不是啊，我是做梦来的，梦醒了我就要回去了。帅哥，还洞房吗？东方不败眨了眨眼睛，缓缓抬起了手，一个莫名其妙的巴掌落在了裴千和的脸上。你干嘛打我？裴千和捂着脸，又气又委屈。这次的噩梦难道是家暴男？那还不如跟头猪结婚呢，最起码猪头温柔啊。疼吗？废话，当然疼啊。等等，我不是在做梦。裴千和终于反应过来，梦里是不会疼的，难道自己真穿越了？他正想着，东方不败一把扑上来，抱着他的大腿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终于遇到穿越者了，我都来了3个月了，那该死的皇帝每天都给我娶老婆，那些老婆每逢新婚之夜必然暴毙，吓死宝宝了，你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。裴千和嫌弃地推开他，看他哭得这么伤心，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安慰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也做了3个月的噩梦，每天都在结婚，新郎还是一个肥头大耳的油腻大叔，每天都被吓醒。你说的大叔不会就是我吧？我来的时候确实是个肥头大耳的油腻大叔，你不知道，我一照镜子我都绝望了。所以我每次嫁的人都是你。所以我每次娶的人都是你。那你是怎么瘦下来的？东方不败听完委屈的小声嘟囔：每日对着你的尸身，吃不下饭，饿瘦的。好像我死了就可以回去了。好像确实如此。不过按目前的线索来看，你死了还是会回来，穿越到不同的人的身上，然后嫁给我。裴千和被他的一番话提醒，心里恋恋叫苦。突然，他脑子一阵疼痛，疼得他有些发昏。你怎么了？东方不败连忙从喜床上拿了一个枕头，垫在他身后。他没察觉到，此刻两人的姿势有些暧昧。没事吧？我好像在恢复原主的记忆，脑子里进来了好多没经历过的东西。这样啊，我领到了太子角色，你啥角色？我是二皇子和郑国公派来杀你的人。我郑国公嫡女裴千和，郑国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大名鼎鼎杀手帮的帮主。我从小就是老爹重点培养的对象。你东方不败只会吃喝玩乐，可偏偏皇上把你立为太子。二皇子不服，私下联合我爹合谋暗杀你，事成后替代你太子的位置。哪知太子暗卫太强，几次都没能得手，所以便想让我成为太子妃来刺杀你。可惜皇上乱点鸳鸯谱，赐婚赐上瘾了，他们无奈只能做手脚，让之前的新娘都死于非命，直到这次的赐婚圣旨轮到我身上。什么？老乡老乡，背后一条。放心兄弟，我一向反对暴力，不过你怎么穿过来的？我死后来的。裴千和看他一脸忧伤，不忍继续再问，便开玩笑活跃气氛。哎呀，你说我们的名字真有意思，一个赔钱货，一个东方不败，哈哈哈哈。我看过这本小说，作者写小说不赚钱，所以你叫赔钱货。作者还说名字长凑数，所以我叫东方不败。裴千和一时不知道说啥好，只能尴尬的跟着东方不败哈哈傻笑。逗你的，眼下我们要先活下去，再想办法回去。我肯定是回不去了，不过我可以帮帮你，明天我带你去见国师。国师？为什么见国师？古代国师不就是招摇撞骗的骗子吗？难不成还能变出传送门不成？故事还得从3个月前说起。我刚传过来时性情大变，皇上以为我是鬼上身，带我去见国师。他给我算了一卦，跟我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。什么话？故事很恐怖，你不要被吓到啊。什么呀？别卖关子了。他说青亥里披蓬，碳氮氧氟氖。我靠，国师也是穿越者。你说的对，也不完全对。那天国师知道我是穿越者后，就跑到皇上面前一通扯淡，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变成太子了。早知道当太子要被刺杀，说什么我都不当。幸好你来了，不然我怕是今晚就要领盒饭了。东方不败说完，感激地看着裴千和。现在的裴千和在他眼里就像救世主一样。
不完全对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故事更恐怖，你确定要知道？哼，你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快说。国师他是个 AI。我靠 ，AI 是我理解的那个 AI 吗？裴千和再一次被刷新的认知，差点怀疑自己耳朵出现问题。没想到这个世界居然这么扯淡。国师跟我说，只要找到另一个穿越者，两人合力就可以把他激活。我猜回去的秘密就在这里。组个队，2缺1。我说你每天都被二皇子暗杀，我跟你在一起有没有生命危险啊？话说完，只听嗖的一声，一支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东方不败飞去。在仅离东方不败脑门0.001毫米的地方，裴千和出于本能，瞬间用时指接住了箭。你看，你的危险来了！谁敢刺杀本太子？窗外的黑衣人见事情败露，消失在了黑夜中。别喊了，人都走了。你是不是太小看你老公了？老公2个字刺激着裴千和的神经，他的脸一瞬间成了一个红苹果。把人带上来。说完，门被打开，齐刷刷进来几个穿着奇装异服的人。这是唱什么大戏？新婚之夜 cosplay 玩得挺花呀。不错吧？有没有被本太子亲自设计的服装震撼到？我这3个月可没闲着，从第一次被暗杀开始，我就花重金从江湖上召集了几位高手，组建了一支复仇者联盟。我看你是挺闲的，而且除了复仇，这跟复仇者联盟半毛钱关系也没有，好吧？你说的有道理，那个白娘子，明天你就穿上美国队长的衣服。属下遵命。太子这人怎么处置？黑衣人被五花大绑扔在地上，此时的他不由得感叹：早就听闻太子沉迷玩乐，没想到玩这么逼梯。说谁派你来的？收人钱财，替人办事，这是我们江湖中人的规矩，要杀要剐随便。我悟了，他一定是想上刑，嘴还挺硬，看来要用点方法才能让你乖乖听话了。白娘子，上刑！其余4位杀手一听，都露出了害怕的神色，因为这个刑罚实在是太惨无人道了。他们只能在心里默默为黑衣人祈祷，都别过脸去，不忍再看。白娘子面无表情地走来，3个月以来，她已经经历了无数次，早就得心应手了。步枪一路划着地面，黑衣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他闭上眼睛，视死如归。头断不过碗大的疤，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爱妃，别看。知道了。裴千和心里紧张，这毕竟是他第一次现场看红色场面。这个太子看起来不靠谱，到了关键时刻却杀伐果断，以后还是少惹他的好。白娘子拖着步枪走到黑衣人的前面，随后双手一挥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还有喵喵喵喵喵。黑衣人连着昨天吃的隔夜饭都吐了出来，他终于知道大家为什么一脸怜悯了。我去，这又是唱哪出？这难道就是东方不败口中的酷刑？我不行了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给我个痛快。哦，不说，白娘子，给他来手爱你。听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无限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看见。一口血从他口中喷出，他已经吐得胃里没有东西吐了，实在太辣眼睛了。杀了我吧，求求你杀了我吧！继续。2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，嗡嗡嗡嗡嗡嗡，声音真好听。我说，我什么都说，你快让他停下来，我受不了了，比笑我死还难受。好了，白娘子，一边去吧，跟我玩，你还是嫩了点。裴千和默默对东方不败竖起了大拇指。见过 BT 的，没见过这么 BT 的，牛批啊！看你眼生，不是我爹的人，你是谁派来的？我是二皇子派来的人。胡说，二皇子和我爹一档，他派你来的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说的是真的呀，我是万不敢欺骗太子和太子妃啊！黑衣人说完，怯怯地看着东方不败，生怕他再给自己上刑。哦，二皇子为何派你来？二皇子怕太子妃嫁进太子府起私心，如太子妃今晚不动手，那边杀无赦。我是看太子妃没下手，才杀无赦。我爹不知道。回太子妃，镇国公不知道。裴千和思索一番后，转头看向了东方不败。镇国公不知道的话，那就是二皇子起了异心，要不我们借机趁这件事拉拢镇国公。你说的有理，况且虎毒不食子，
二皇子此番做法定会激怒镇国公。东方不败赞同裴千和的想法，如果能拉拢镇国公，自己的实力也会大大增强。况且比较于二皇子，肯定是投靠自己更强。那这人怎么办？孙悟空，老办法处理。只见孙悟空拿出缩小版定海神针，往黑衣人脸上一阵划拉，黑衣人疼得嗷嗷大叫。不一会儿，黑衣人头上就出现了二皇子是二货的刺青。好了，放了吧，让他回去复命。求太子饶命啊！这样回去我必死无疑。我还年轻，还没有娶妻生子，家里还有80老母，要不是家里困难，谁会走上杀手这条路？克都克了，还能咋样？况且你的生死与我何干？东方不败自然知道黑衣人的下场，不过他居然想伤自己的太子妃。身为一个男人，若不能替自己的女人出口气，岂不是很没用？求太子收留，我定誓死效忠您。母亲重病在身，我要是嘎了，就没人照料她了。我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家中困难，母亲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喂大。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，那你口味挺重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求太子收留。裴千和被黑衣人的孝心打动，有些于心不忍。这人你不要，我要。你要来干嘛？你自己就是杀手，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听话？裴千和懒得和他扯，看了看众人，想到一个跟众人十分搭配的名字，你以后就叫佐助吧。谢太子妃收留，太子妃的大恩大德属下没史难忘，今生今世定以命相报。喂，女人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东方不败捏起裴千和的小脸，强迫他看向自己。裴千和想反手用力挣脱，不料东方不败眼疾手快，一双手把他固定在床头上，裴千和瞬间动弹不得。你会武功？对，我会武功。那飞镖朝你射来，你为什么不动？你会救我？故意的，绝对是故意的。人与人之间还有没有基本的信任了？众人看到此景，默默地识趣离开了。刚才不是吵着要洞房？我以为是在做梦，所以才……哦，梦里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看来爱妃经常这样做梦啊。裴千和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爱妃美梦成真了，作何感想？对上东方不败那张妖孽的脸，让母胎单身的他感觉十分燥热。有便宜不占，是王八蛋。别想逃！东方不败，你别说话。就这样，他逃，他追，他们就藏他了。早，宫里的嬷嬷便来太子府打扰。是谁在外面扰本太子清梦？太子是奴婢呀，奴婢来管太子和太子妃要喜帕来了，劳烦太子和太子妃把喜帕送出来，奴婢好回去给太后娘娘复命。喜帕？什么喜帕？没什么，你去洗漱换身衣服，一会我陪你去宫里请安。好吧，所以说什么喜帕？你床上那条。这东西这么重要，是不是很贵啊？很贵的话，我想留着，到时候穿越回去，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只见东方不败拿出把小刀，在自己手上划了一道口子，任由血滴在那洁白的帕子上。我靠！你干什么？帕子不贵，贵的是本太子的血。说完便走过去将门打开，把喜帕交给容嬷嬷。裴千和瞬间明白他这么做的原因，小脸一红。流氓！喂，女人，你很嚣张。裴千和跌进他的怀里，小脸泛着红晕，又发现东方不败一直看着自己，心跳越来越快，索性闭上双眼，不再看他。东方不败被他闭眼的操作给整懵了。这女人什么情况？这姿势，这气氛，还有眼前这个羞答答的女人，他情不自禁地把脸满满靠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裴千和的陪嫁丫鬟范娉娉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。太子妃，宫里派人来催了，您快去给皇后娘娘请安吧。裴千和一睁开眼，就看到东方不败近在咫尺的脸，吓得大叫：放开我！东方不败尴尬地松开了搂在他腰间的手，只听见咚的一声，美人落地。裴千和坐在地上揉着腰，真是痛死了，说松开就松开，臭男人一点也不懂怜香惜玉。你快去换衣服，本太子去叫人备轿，我爱等你。说完便带着狡黠的笑容满意的离开了。新婚第一日就这么激烈，嘿嘿，看来小姐要得圣宠了。裴千和换好了衣服，一出门便看到了一辆豪华的轿子，东方不败正在里面朝他招手。爱妃，到本太子这里来。裴千和听到东方不败的称呼，特别想给他一个大耳刮子。老娘一个黄花大闺女，母胎单身20年，男人手都没碰过，莫名其妙穿越过来，又演了一场洞房花烛的好戏，从此清白是路人，而这个毁我清白的男人却一点也没放在心上。裴千和忍一时越想越气，
站在太子府前直跺脚。东方不败以为他在为刚在的事情生气，便跳下了轿子，在众目睽睽下将他打横抱起。与其与他耗着，不如直接掳走来的爽快。哼，放开我！不放，不放我咬你！不放！还有，你真咬啊？你属狗的吗？很快，两人就到了皇后宫里。皇后和一众嫔妃已经在等着了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臣妾给母后请安。好好好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看见自己犹如饿狼看见肉一样兴奋的皇后娘娘，裴谦和一头雾水。皇后那个兴奋劲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盼太子娶亲盼疯了？也对，某人娶一个嘎一个，看见我这个活苗苗，兴奋一点也正常。此时嬷嬷笑盈盈的拖着喜帕走过来，皇后看到喜笑颜开，完全不避嫌的将喜帕高高举起，展示给众嫔妃看。众嫔妃纷纷祝贺，裴谦和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。注意看，眼前这个女人新婚第一天就摔到了腰，不得不扶着腰走路，却引得众人浮想联翩。和儿，过来给母后瞧瞧。是，母后。嗨，太子，你虽然是新婚，还是要节制一点啊。和儿这瘦弱的身子骨怎么遭得住啊？本宫看了都心疼。母后教训的是，儿臣日后一定多多注意。说完便朝裴谦和投去一个贱贱的笑。本宫听说你们昨晚床都玩塌了。嗨，太子你府上还要新床不？本宫这还有一张金丝楠木床，全新的还没用过呢。谢谢母后，儿臣确实需要一张床，只是这金丝楠木尤其珍贵，就不知母后舍不舍得了。东方不败在说新床两字时，故意加重了语气，引起众人误会。舍得，母后舍得。来人，把我前些日子得的金丝楠木床送到太子府上。什么呀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皇后一把拉住了裴谦和的手，给投去一个我懂了的眼神，完全不给他解释的机会。和儿啊，在太子府可还习惯？太子对你可好？回母后，臣妾一切都好。要是太子欺负你，你便同本宫说，本宫替你教训他。裴谦和本想举报太子，昨晚还和自己打了一架，但大家都已知道自己已圆房的消息，言多必失，他只好活活把话憋了回去。怎么了，和儿？可是有话要说，怎么欲言又止的？太子妃这神不守舍的，兴许是昨夜太劳累了。不是，你们听我解释。哎呀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们都是过来人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随后，众嫔妃开始你一句我一句讨论起太子妃昨晚床榻的事情。裴谦和满脸黑线，而一旁的东方不败则是一脸坏笑，对这场面似乎很满意。姐姐，好热闹啊！太子妃进宫请安，姐姐怎么也不通知一下臣妾呀？来着正是二皇子的生母杨贵妃，与皇后和太子向来水火不相容。又不是你儿子娶亲，本宫为何要专门通知你？话不能这么讲呀，姐姐。臣妾那二皇子啊，娶皇妃都怀上了，太子这好不容易娶一个活着的媳妇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臣妾当然要来恭喜姐姐了。公然挑衅皇后，几个只有杨贵妃敢了。众妃嫔都在心里默默替皇后打抱不平，却不敢替皇后说一句话。你要是来找事的，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。今日是本宫的喜事，本宫不跟你计较。哎呀，怎么妹妹一来，姐姐就赶妹妹走呢？妹妹还有大礼没送呢。传闻太子有特殊癖好，新婚第一天就玩嘎好多新娘。臣妾担心太子妃，就特地寻来几张护身符，就当新婚礼物了。来人，呈上来。宫女端着盘子走进来，里面静静躺着几张黄色符纸，格外刺眼。你那儿子嘎老娘多少次了，还好意思送符？虽然裴谦和这么想，但还是十分礼貌地接过了护身符。那就谢过贵妃娘娘了，臣妾来得及也没给母后准备礼物，今日就沾沾贵妃的光，借花献佛，希望母后不要嫌弃。这邪物啊，喜欢乱走，话还多。臣妾今日也是第一次见这邪物，真是烦得不行。平日里母后辛苦了，这护身符你就带在身上吧，贵妃说能辟邪呢。皇后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儿媳居然敢当众阴阳贵妃，心里的好感瞬间又涨了不少。那本宫就收下了。宫里最近确实有邪物出没，这不，眼前就有一个。杨贵妃气得牙痒痒，眼前的两人明摆着是在说自己是邪物，气不过又将火力转向了东方不败。太子啊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太子可得加把劲了。要是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向你的好二弟学习学习。还是二弟本事大，这喜当爹的本领是本太子学不来的。
裴谦和被他一句喜当爹逗得大笑起来。杨贵妃不知所云，还以为东方不败在夸二皇子。哪里，太子怎么不帮本宫说话，居然还向着贵妃呢？居然还夸二皇子喜当爹，还不如和儿会对人呢。裴谦和看见皇后气鼓鼓的，知道她误会了，便凑在皇后面前悄悄解释喜当爹的意思。皇后听了大悦，喜当爹好啊，哈哈哈！本宫祝二皇子一辈子喜当爹。这皇后改姓了，难道是知道斗不过我，所以认怂了？谢谢姐姐。众人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也纷纷迎合着贵妃恭喜二皇子喜当爹。裴谦和捂着肚子，憋笑到小腿都要抽筋了。东方不败一看威力这么大，便赶紧拉着裴谦和向众人告辞。儿臣带太子妃先回去了，母后再见。说完不等皇后回答，拉着裴谦和就离开了现场。不一会儿，两人便来到了国师的天机阁。一进门，国师已经在等着了。这位男子明明身高8尺，形貌屹立，媒婆把他的门槛都要踏破了，可他却偏偏不愿娶亲，只因他并非是人类，而是来自未来的 AI。他穿越到这里，只为等到2位穿越者来协助他修改历史。冬去春来，他等了1年又1年，终于可以在今天得偿所愿了。早见太子，免礼免礼。这国师哪里像 AI 了，与正常人没两样呀。他真是个 AI， 未来来的，很高科技的。不信你看，国师，我带人来了，太子妃也是个穿越者。看出来了，我无所不知，这个世界的历史我早就熟读了几万遍，也知道这个时候你会带他来。我靠，真是 AI！听说你很高科技，有多高科技？比如这样。说完，国师手一抬，瞬间出现了800把加特林，将两人团团围住。裴谦和哪里见过这阵仗，吓得腿软，连忙毕恭毕敬了起来。大哥，你是我大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别走火了。国师手一放，加特林瞬间消失了。我可以控制空间中的粒子合成各种东西。太子妃，你这兴奋样是怎么回事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打住，影响历史的东西不能出现。刚才的加特林只是给你看看的。裴谦和心里连连叫苦，果然是 AI， 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被他扼杀在摇篮里了。见两人还在扯淡，东方不败白了两人一眼，步入正题。国师，你上次说的激活 AI 功能是怎么回事？今日我特意将太子妃带来了。裴谦和连连跟着点头，差点忘了正事。我是未来人类遗留下来保护历史的 AI， 我的主人在时空旅行中不小心篡改了历史，他没法修复，所以把我留了下来。我一直在寻找有能力修改历史的穿越者，需要2人合作才能把我的功能开启。事成之后，我能给你们想要的东西，前提是东西不能太扯淡。什么东西算扯淡？比如要灭霸的超能力，这就很扯淡。国师，那裴谦和想要回到21世纪，这个算扯淡吗？这不算，你们本就是穿越者，我可以送你们穿回任何时间地点，但这必须要在我完成任务后才能使用。这也是主人怕我任务没完成就溜走而设置的设定。等等，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，那是不是也可以穿回东方不败没死的时候？是的，不过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们都在为对方考虑啊？就你八卦。那你们考虑好没有？修改历史的任务挺繁琐的，一般人可做不来。不过我看你们不是一般人。有多繁琐？以后很多事情可能会有危险，不过必要的时候我会保护你们。毕竟你们要是领盒饭了，我等新的穿越者不知道要等多久。那有没有金手指之类的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东西会影响历史，不过历史修改完成后，你们可以一人许一个愿望，神农也不过如此了，别太贪心。你真是 AI 吗？怎么说话这么像真人？东方不败赶忙拦住他，别再问这个问题了。加特林又出来。果然，裴谦和一抬头，800架加特林又围着他们。我是 AI。好了好了，大哥，收起来吧。瞬间，加特林又消失了。惹不起，惹不起，真是惹不起。国师，请问怎么激活？你们都放一只手到我手上，不过你们先想好。还想个毛啊！两人迅速握住了国师的手。怎么什么也没发生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们还得亲一口。有没有搞错？没有搞错。亲嘛，赶紧的吧，昨晚都亲了，就差圆房了，还等啥呢？丰厚的奖励等着你们。就你话多。话毕，两人对视，亲了上去。凤凰传奇任务已开启，代号国师，协助任务功能已激活，任务绑定裴谦和东方不败。好了，其实刚才你们牵手也可以，不一定要亲。你不早说。为了增进你们的感情，有助于完成任务。毕竟任务到了后期有一点点难，没点情感基础还真不行。一点点是有多难？要生8胎。和他也不一定，
只要东方不败拥有8个子嗣就行了。幸好，你多娶几个老婆就行。东方不败满脸黑线，放弃任务会怎么样？说完，800架加特林又瞬间将他们团团围住。此时的2人可以肯定，国师就是个坑货。大哥饶命，大哥饶命，我们绝不放弃。国师听到了满意的答案，加特林再次消失。第一个任务，去二皇子面前秀恩爱。这是什么奇葩任务？关乎历史发展，请2位尊重历史。算了，只要能活命，秀恩爱怕什么？我直接批发狗粮给二皇子，敢不吃我就绑起来喂他嘴里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要去充电了，2位自便。国师说完便离开了。我好奇他怎么充电。我也是。于是2人狗狗祟祟跟在国师后面。只见国师躺在了躺椅上，享受的闭上眼睛。他真的是 AI 吗？别看了，太阳能。随后2人便离开了天机阁，找倒霉的二皇子去了。他从小天资聪慧，母亲是宠冠后宫的杨贵妃，祖父是手握重兵的大将军。他本以为自己会顺利担任太子，可不曾想父皇却将处处不如自己的大皇子立为太子。他由此心生怨恨，在太子成婚之日派去刺客刺杀太子，没想到刺客却一夜未回。二皇子，太子妃来找你了。难道昨晚刺杀的事暴露了？二皇子心里有点慌，但又不得不将太子请进来。请他们进来。太子，臣妾腿疼。那要不要本太子抱你？太子，你真好。随后东方不败抱着裴谦和闪亮登场。不知太子有何贵干？没事，就是闲着无事，带着爱妃来看看二弟。毕竟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了。太子，你愿意将家人介绍给臣妾，臣妾真的好开心呐。只要你开心，本太子每天都带你来。什么叫每日都来？当这里是菜市场吗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太子有话可以直说。今日杨贵妃说你很懂喜当爹，本宫也是顺便来讨教讨教的。嗨，我当时什么事呢？原来是男人之间的事。二皇子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只要不是来找他算账就好。喜当爹这一块，你可是专业的，这么多皇子，二弟你是第一个生下皇孙，肯定有2把刷子。东方不败说完，裴千和就给他喂了一颗葡萄。二皇子故作谦虚，没什么专不专业的，这还没出生，谁知道是不是第一个呢？此时二皇妃路过，把二皇子说的话听了个彻底。孕妇本来火气就大，听到自己的丈夫咒自己的孩子，她越想越气，气冲冲的摔门而入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二皇子看自己的皇妃当众朝他发火，面子也挂不住了。回你的房里去，没看见我和太子商量要事吗？你一个妇道人家瞎掺和什么？好啊你居然敢吼我！二弟弟妹家和万事兴啊，更何况弟妹怀着身孕呢，不要动了胎气。说完，他朝裴千和嘴一掌，一颗葡萄就喂到了他的嘴里。二皇子看着乖巧温顺的裴千和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。你看看太子妃多么温柔体贴，你再看看你，就是活脱脱一泼妇。我整日在外奔波劳碌，回来还得受你的气。你真当皇府是你家吗？可以随意撒泼。二弟，别怪嫂嫂说你啊，这夫妻啊，就是你疼我，我疼你的，才能琴瑟和鸣呀。太子腿疼，说着就怕腿搭在了东方不败的身上。东方不败一边帮他捏腿，一边关心的问：“这个力道可以吗？腿还疼吗？”呀么得。眼前的一幕赤裸裸的刺激着二皇妃，二皇妃哇的一声哭出来，举起拳头捶在了二皇子胸上。你看看人家堂堂太子都知道给太子妃捏腿，你就会在家里耍横，连太子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了。那太子妃还给太子剥葡萄呢，你给我剥过吗？你说我无用，那你那娇生惯养的脾气，哪一点又能和太子妃相比？二皇妃一听更委屈了，咚的一声坐在地上，开始哭了起来。弟妹你快起来，你还有着身孕呢，可别坐地上。二弟，快扶她起来。说完，朝东方不败张嘴。东方不败连忙把葡萄喂他嘴里。二皇子看着恩爱的2人，又看看自己撒泼的发妻，更火大了。不服，今日就让他在地上好好反省。你确定不服？二皇子别过脸去，此刻碍于颜面，他必然不会服。你说话呀！弟妹别生气了，我来扶你。说完他便走了过去，然后又故意崴到了脚。只见东方不败迅速冲过去，一把接过即将摔倒的裴千和。爱妃，臣妾没有受伤，多亏了太子接住臣妾。2人深情对望，二皇妃看着此情此景，再看看自己那没有良心的正子，彻底心死。这是你逼我的。随后气冲冲的夺门而出。二弟要不要去追？可别出什么事才好。说完张了张嘴，一颗葡萄便喂入他的腹中。还是爱妃好，爱妃从来不和本宫置气。不追，随他去。随后外面传来叮的一声，
紧接着一声呼救。不好了，二皇妃投湖了。三人一听，迅速跑向湖边。我不方便用轻功，我也不方便，快去啊！你自己的媳妇你不救啊？二皇子这才反应过来，跳进了湖里。不一会儿，就将二皇妃抱上了岸。去请太医，快去！接着三人将二皇妃带回了房，太医也赶来了。把完脉后，一脸凝重。皇妃如何了？皇妃无碍，只是胎儿保不住了，恕属下无能为力。庸医，你这个庸医，谁说我孩子嘎了？二皇子沉浸在悲痛之中，他现在后悔极了。要不是自己好面子，也不会导致这样的结局。离开二皇子府后，两人都若有所思。国师说的尊重历史，不会说的就是这个吧？难道二皇子这个孩子注定生不下来？很有可能，国师叫我们秀恩爱，应该就是为了导致这个结果。国师说一切皆由东方不败起，但我们只是帮忙修改历史的。那难道这孩子跟以前的东方不败有关系？东方不败搜寻这记忆，找不到答案。我这边也没有印象，下次我们问问国师吧。注意看，眼前这位男人有多蠢！明明是尊贵的二皇子，娶了一位家世显赫的皇妃，并且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本应该幸福美满的他，却为了自己的面子，当众咒自己的妻子与孩子，结果逼得妻子投了湖，孩子也没了。被救上来的二皇妃失去了孩子，正坐在床上抹眼泪。杨贵妃此时也闻讯赶来，一个巴掌稳稳落在二皇子脸上。母妃，这也怪不得儿臣啊！今日两人莫名其妙来我府上，一直秀恩爱，刺激着儿臣和皇妃，皇妃没控制好情绪，这才……又一个巴掌打断了二皇子说话。别人如何跟你何干？分明是你照顾不周。若非你死要面子，我皇孙怎么会说没就没？母妃，你听我说，那太子和太子妃来的着实蹊跷。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？二皇子刚坐下，就被杨贵妃一个眼神瞪了回去。二皇子只能老老实实的站着。他们今日行为举止很反常，闭口不谈正事，似乎是故意来秀恩爱的。儿臣考虑不周，说了二皇妃不爱听的话。两人好像知道儿臣不会向皇妃示弱，一直从中作梗。莫非是皇后从中作梗？今日自己在她面前炫耀了皇孙，结果皇孙就没了。你这么说也有理，你可有证据？若有证据，我相信皇上自会主持公道。儿臣没有证据，太子太精明了，用这样恶毒的计谋挑拨我和皇妃，而且根本不会落下任何把柄。此时，床上二皇妃的抽泣声传到了杨贵妃耳朵里，她叹了一口气。看来我小看皇后和太子了，还真以为皇后如表面般不争不抢，没想到背地里两母子竟有如此不干净的手脚。二皇子此刻也嫌弃地看了看二皇妃，眼里没有一丝愧疚。这女人也是蠢，这么简单就中了太子的计。如今第一个皇孙没了，白白承认之好。二皇妃抬头就被他嫌弃的眼神看得气不打一处来。是臣妾无能，臣妾请求母妃给二皇子找位侧妃，早日诞下皇孙，让二皇子好享荣华富贵，臣妾也好沾沾光。你真这么想？杨贵妃听后心中大喜，她早就想给二皇子府上多添几位女眷了，只是碍于皇妃刚成婚，一直没有开口。二皇妃赌气道：有何不可？若可以给皇家开枝散叶，那可不是极好的事吗？殊不知二皇子早有这样的想法，他每日对着同一个女人早就腻了，如今发现皇妃竟然如此贤惠，他激动地握住了她的手。皇妃，我没想到你居然如此善解人意，是我错怪你了。二皇妃抽回了手，缓缓闭上了眼睛，不愿再面对这个负心汉和她无情的婆婆。两人立刻开始商量着哪家的姑娘比较好。都怪那太子，家世好的姑娘都被他克死了，现如今朝堂上的官家小姐所剩无几，纳不了嫡女也没什么作用。杨贵妃叹了一口气，那嫡女和那庶女背后的助力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。二皇子突然想起了个存在感非常弱的人。母妃，镇国公府上是不是还有一个二小姐？我记得她娘也是出身名门世家。可那二小姐早跟她娘亲白氏一起归于佛门了。什么？有这种事？你有所不知，当年太上皇强行将白氏指婚给镇国公，可白氏心有所属，誓死不从，闹得满城风雨。二皇子一脸黑线，这乱点鸳鸯谱的本事还真是遗传的。当晚镇国公对他立誓，若此生白氏不愿意，绝不碰他一根汗毛。所以白氏后来愿意了，所以才有了二小姐嘛。可转念一想又不太对，既然已经两情相悦，又为何步入佛门呢？杨贵妃摇了摇头。那二小姐乃镇国醉酒后强要白氏才有的，白氏一心求死，镇国公无奈只能将白氏送回娘家，由娘家人开导。没多久就传出怀孕的消息，白氏没有再闹，也不愿意回镇国公府。儿臣懂了，所以她是心如死灰，便步入佛门。
郑国公虽然与白氏和离，但白氏给二小姐取名白莲花，郑国公府的二小姐，更准确来说是白家将军的大孙女。随后，两人想到了什么，露出了笑容。二小姐可以呢。要说这二小姐虽然是佛门之人，但我去求皇上还不是一道圣旨的事。妙啊，母妃，这二小姐还真是个宝藏，要不是博弈佛门，说不定轮不到儿臣呢。这可是上天给儿臣的机会。而此时躺在床上的二皇妃默默流下了泪。如今自己刚刚小产，却还要被母子二人当面杀人诛心。一想到今日温柔的太子，他就觉得上天不公。他暗暗发誓要让二皇子悔不当初。我要与你和离。什么？你可以不答应，我自会去求皇上。二皇妃说完，便拖着虚脱的身子离开了。而回过神来的二皇子对太子的恨意又多了几分。这个男人只不过是同新婚妻子回门，却满头大汗，嘴里还念念有词。别人家的岳父岳母对自家的女婿都是欢喜的不得了，而我的岳父却巴不得我早点嘎。只因他穿越到一个倒霉的太子身上，弟弟要嘎自己，岳父要嘎自己，连自己的妻子都是来嘎自己的刺客，自己不想被嘎掉，凭借美貌把妻子策反，今日趁着回门又来拉拢自己的岳父了。两人很快到了郑国公府，郑国公夫妇已经在等着了。爹娘，哎，乖女儿，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一看你都瘦了，是不是太子没照顾好你啊？我操！3天，她嫁过来才3天，能瘦到哪去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爹，和儿最近在和太子学减肥呢，你也觉得我瘦了吧？说明太子的方法很有成效。哼，别尽学那些歪门邪道的，你胖点，爹爹看着才开心。说完，裴笑又瞪了一眼东方不败。要不是为了扶二皇子上位，他才舍不得把自己女儿嫁给东方不败呢。虽然东方不败受了后人模人样，但骨子里肯定还是庸才。知道了，爹爹。哎呀，和儿喜欢就好，这是夫妻间的情趣，你一个老头懂什么？旁边的裴母赶紧开口帮东方不败说话，他是心底眼喜欢这个女婿的。东方不败连连点头，默默在心里给岳母点了个赞，随后朝裴千和点了点头。裴千和立马会意，今日女儿除了回来看看爹娘，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事情相告爹爹。和儿可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裴母一听，知道两人有话要说，便出去了。爹爹，二皇子想杀我。什么？岳父，你此次真的是看错人了。怎么回事？二皇子怎么会想杀你？裴千和便一五一十的将新婚之夜的经历告诉了裴笑。裴笑听后一脸不敢置信。老天啊，没想到我裴笑养虎为患。乖女儿，你可有伤到哪吗？回过神来，又觉得哪里不对。所以和儿为什么不杀太子？他要是杀了太子，不就不会被行刺了？多亏了太子，太子武功高强，女儿被保护得很好。裴笑看到女儿脸上的娇羞，瞬间懂了。你爱上太子了？裴千和没想到老爹问这么直接，一整个尬住了。太子会武功，我知道他会武功后非常震惊。裴笑不死心，爹爹问你，是不是爱上太子了？东方不败终于忍不住笑了，父女俩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样子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岳父，我同太子妃自成婚日起便一见钟情，两情相悦，三生三世，四面楚歌，五谷不分，六亲不认，七七49天，都是相爱的每一天。裴笑嫌弃的摆了摆手，行了行了，别卖弄了。接着裴笑一拳砸在桌子上。那二皇子里外不是人，表面上与我们结好，背地里竟然打这种主意。眼下女儿又与太子的情投意合，又让他感觉进退两难。东方不败也注意到了岳父的为难。岳父，其实我并非你想的那般无用，你同二皇子交好，不如同我交好。我一个县城的太子，太子妃又是你的女儿，我们现在就是幸福的一家人，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去抬举二皇子呢？经过东方不败的提醒，裴笑听完后恍然大悟，他懊恼地拍了一下大腿，连忙握住了东方不败的手。好女婿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现在是一家亲，以后岳父就靠你了。都怪岳父眼拙，错信了二皇子，希望你不要怪岳父。岳父哪里话，太子妃的父亲那就是我的父亲，哪有儿子怪父亲的道理？哈哈哈哈！好，太子如此宽宏大量，看来和儿眼光比我要好。以后和儿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同爹说，爹替你教训他。两人彼此握着双手，一副相见恨晚的模样。裴千和一脸不敢置信，自己的父亲居然反手就把自己卖了。那岳父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同太子妃先回去了。不留下来吃晚饭吗？不了，我身上还有要事未完，得先回去处理一下。说完，东方不败牵着裴千和的手准备离开，却发现裴千和一动不动。太子妃是不是想留下？若要留下，
本宫明日再来接你。裴千和没想到他居然如此贴心，猜到了自己心里想的事情。那就谢谢太子了。东方不败离开后，只剩下裴千和与裴笑两人。出来吧。只见屏风后走出2个人，赫然是二皇子和佐助。太子妃好演技，